你看乔冠华跟他老婆就是一地才子，毛泽东就说是中央的才子，是吧？得了这个称呼的人不多的，啊，很少的。他老婆是叫张涵之，没有印象。嗯，乔冠华是怎么什么人我都不知道。是中国外交部部长。中国成立进入联合国，那个时候他就在联合国驻联合国啊代表处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出席，啊通过投票表决，全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只有90多个国家进入联合国。哦，那个时候，万华哈哈大笑，很灿烂。那是他就留下了那么一个那种风采。结果呢，以后呢，邓小平上来以后呢，说他是四人帮的帮派体系，要把他搞下去了。有他说好处要隔离审查，他没有什么问题。哦我知道他素质很相当高。哦以后死了，他想拿回老家，老家不敢接受，老家乡里面都拒绝接受，说他反革命。哦哟以后没办法，他老婆的家乡岳父岳母家里同意接受他，那是搞得狼狈不狼狈？不能进中央，不能进中央烈士墓，最后搞得那样下场，后来有没有平反啊？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，就跟孙邦一样。好凄惨。他是很有气氛，很有气氛，这种他素质太高了。他跟四人帮里面的游人张振尧都是笔杆子，说得来。怪不得，就这种政治斗争也太残酷了啊。其实运动埋没了很多人才。那种革命政治哈。你看那个毛主席侄子毛远新多判17年，太残酷了，到现在又没跟他平反，还不是17年徒刑？就跟现在那些通红分子一样，有的上吊的，有的国卖的，有的开枪自杀，有的服药的，各种各样都有。我看很多都死得很惨哦，也是。但是没有搞运动，要发动运动让群众起来，那死的人更多。是我不是别的，就是你的赖小民，100多个女的，他的父母还找了上当，他这一关都吃不消了。所以现在有人评价，做父亲没有尽了父亲的责任。他一共3个老婆，生了10个小孩，最后只剩了多少人？这样耍他呀？是，他就没有尽了父亲的责任了，是吧？小孩到时候像毛菜、毛岸英、毛菜坛、毛菜龙，都是讨米讨饭，是吧？就算江青呢跟他生了一个李娜，他算是在他身边，是吧？还有一个何子珍生的李敏呢跟他同父异母，不管怎么样，农村也好，城市也好，江青跟他关系不好，我们也理解，就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。他说他是儿子，父母兄弟都死了，都为了他惹起来事，他是个造反人，是不是？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惹得家里人都受牵连，死的死，亡的亡了。王岸英是为国专制了，是吧？杨开慧他是受他害了，被国民党杀了。他弟弟毛泽民、毛泽谭，他妹妹毛泽建都是受他的影响。还有一个小的侄子毛楚雄，现在就包括江青在内，他都算，别人不算，我认为还可以算，因为跟江青结婚是38年，跟霍子珍是10年，跟杨开慧10年还不到，9年多，他也没尽了丈夫的责任，他没保护自己的老婆，为了革命，为了把这个事情搞成头，搞赢，就要把蒋介石推翻掉，建立一个新的中国，再重新再建设。所以这个呢，毛泽东是倡导，他建国28年，他是搞社会主义，搞集体经济。就是改革开放以后，邓小平没走他的路，他是并种的路，导致社会主义实际是自走自迷路。确实。他受的冤枉气也多，受的委屈也多，受的压也多。1927年到前来，1934年之前这几年都是把他排挤了。要到35年以后，34年以后，毛民的博古啊，苏联派人来管共产党，又压他，说他土包子，说他就是这打游击。不知道搞阵地战、搞全民战，他受了很多委屈，撤职撤了7次，罢免了5次，还是到1935年，共产党第4次反围剿，实在招架不住，才又把毛主席弹出来，请出来。他说毛主席点子多，政治正是好，还是要请他出山。第4次反围剿他打赢了，第5次就不行了，第3次都是他指挥的，经常谈1、2、3次都是他指挥，中头呢是周恩来当政委主席，他听了共产国际的话，就排挤了毛主席。
那他正是跟霍志珍热恋的时候，好在有霍志珍照顾他。其实井冈山它就是太大了，它是横竖800平方公里，实际光山连着山就500公里。它正连这个得天独厚，条件能进能退能守，所以选中了这个地方。原来任文才王佐就在那上面自立为王，叫土匪窝。毛主席去以后把他做工作，他就受骗了，就遭到了他的起义力量。因为南昌起义1927年8月1号，南昌起义又失败了，朱德带了8个人到井冈山，当时往福建跑的、往广东全部跑散了。原来起义的时候也有几万人，南昌起义以后兵败如山倒，跑完，就这样的朱德就上井冈山，又跟毛泽东联合治毛病，就成了朱德跟毛主席会师。会师以后正式成为军队，叫中国工农红军。红军就这个时候来了。叫中国工农红军。解放以后的，这叫中国人民解放军。要比那个人民大会堂，有的叫什么宫，叫什么宫，有的叫礼堂，有的是叫万人大会堂。最后是毛主席拍板，毛主席发了个征集，征求大家意见，叫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字？他一眼就看准了，叫人民大会堂。这个拍板，这个人民大会堂几个字也是毛主席写。这不管什么东西都是有来历。挺好的这个名字哈。对，到了大国毛主席办公的国务院办公的地方，进门就是有5个大字：为人民服务。是，可惜后来呢，慢慢走掉了。以后的全国都从上到下都叫为人民服务，当时县政府牌子都有牌子，为人民服务。现在以后改革开放以后的取消，有的像红旗杂志是毛主席亲自写的，它作为党旗的标志，所以叫红旗，叫红旗，一直延续到毛主席出事1976年以后，邓小平当了副总理上来以后，他建议把它改掉，叫求是。他的强词夺理，意思上也说的好听一点，实事求是，他就改个求是，实际是红旗。红旗杂志办了很多年的，到处是3大报纸：人民日报、红旗杂志、解放军报、三报。一看延安事件，不是把蒋介石抓起来了，抓起来兵变了，张学良兵变了，杨虎城呢兵变了。兵变的目的就是要蒋介石答应抗日，要一致对外，不能打内战，不能再整天的打共产党，要谈判。就这样的，共产党人玩了一个计谋，也是第2次国共合作，合作是一致对日本，打日本，所以把我们解放军的这个部队啊，统统改编，叫新四军八路军。新四军八路军都是这样子改过来的吗？新四军当时好像毛主席那个部队啊，有四方面军呢，不是一路军、2路军、3路军、4路军呢，他就改编为新四军。那以后呢，陕西那边有几个红军的领导人，他胜日打地道战、游击战，那就叫八路军，他专门打八路，他打了游击。当时他是要国民党要我们要服从他管理，军队由他指挥，编号由他统一定，所以就改成了八路军、新四军。但是我们共产党不放权，但是这个党的指挥权力还由我们来指挥。这2个军队都是属于国共2个都有人吗？对，有的改编的呢。国民党的军队正规军叫国军。就等于是抗日的一个部队名字，是不是？对，他是为了统一战线，统一一致对外，一致打日本。共产党基本上是在解放区打游击，日本鬼子死的最惨的也是打游击，但是他阵地战跟国民党直接交锋的战，国民党牺牲的多一些，正规军牺牲多一些。他是动不动的兵团作战，大面积的冲锋子一窝蜂。我们新四军、八路军为了保存实力打游击战，所以毛主席在邮政里面写了一个8年抗战的，他不是有一篇文章啊，做精辟的论述，枪鼓分照、自力更生呐，那个都是延安时期跟国民党打游击求出起义以后，到1944年之间，一直是这个斗争。35年确立了毛主席为中委主席以后，他有军事权力，他就想办法要逃出这个范围。国民党40万军力，红军只有4万人，他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。如果不冲出去，清军覆没，所以就有个著名的叫4渡赤水。
丝路治水它是在天、贵、人几个省交界的地方，它利用这个部队灵活性日夜兼程，最多的一天要走120公里，那是真正是不能坐一下急行军的，他要趁着国民党这个空隙哪个地方弱一点，就找那地方搞过去，白天搞不了，晚上搞过去又搞过去搞来4次把国民党拖得筋疲力尽，最后才冲出去保存的实力，也死了上万人，3万多人到长征，最后到陕北，实际上只有8000多人，饿死的饿死，打死，还有逃兵的也有，生病的也有，死得可怜啊，真可怜。所以毛主席总是说这句话：如果我们搞资本主义，那我们牺牲的烈士流血白流了。他总是用这句话告诫党组织，那是领导有的忘乎所以，听不进去的，又不是他自己搞起来，是毛主席搞起来，他哪知道呢？再见。再见了哈，晚安。